颂唱自由战歌，叩响时代节拍。纵然自身绝境，徘徊地狱边缘，也绝不放弃对黎明火光的无限渴望。大家好，我是朱爱笨。海贼王1043话，一同赴死吧已经更新，一起来见证乔伊波伊的归来。扉页继续短期连载《吉尔玛无感情海游记》第7期。欧文看着装有尼兹和永志的书本，和布雷一起穿过镜子，抵达蛋糕岛。远处是之前大战中倒塌的城堡，之前存放书本的图书馆应该已经损毁。比格曼海贼团新的基地会在哪里呢？正片开始，跑雷八卦的震天轰鸣，朝着毫无防备的草帽路飞奔涌而下。海多无言地看着眼前一切，胜利从未像这般让人不堪。和之国最后的希望，随着那天崩地裂的必杀一击和痛苦无比的惨叫哀嚎彻底粉碎。八斋戒之下，那个终于得到制裁的小鬼完全失去意识，不再动弹。白衣鬼魅默默注视着这场死斗的结局，他的任务完成了。喧嚣的屋顶战场再次回归死寂，胜负已分。楼下的 CP0 似乎也察觉到了。突然，路飞口中窜出大量气息，身体像失控的气球一样狼狈地飞向空中。凯多目送着自己的对手与那昙花一现的巅峰战力渐渐消散。鬼岛外围的桃之助突然惊呼起来。就在刚刚那一瞬间，路飞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。最后的4档彻底耗尽，路飞失去所有力量，从天际坠落。那不可一世的锋芒，力战霸王的勇气，终究没有逃过阴影中的毒手。来自世界权力之巅的白衣死神再次抹除了一盏灯火，却也看到了自己的结局。鬼岛屋顶决战，胜者为百兽凯多。漫天阳云将皎月遮蔽，黑暗重新将大地笼罩。凯多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，唯有无穷怒火正在疯狂滋长。看来你已经做好必死的觉悟了。八斋戒再次卷起狂雷，裹挟着魔龙杀意，朝着 CP0 暴轰而下。百兽之王的滔天怒火尽情宣泄在鬼岛屋顶，强烈冲击震颤整座岛屿，无数碎石崩裂砸落，烟雾厅内岌岌可危。负责联络的另一名 CP0 透过窗台注视着屋顶的动静，默默整理了一下帽檐，无声作别。和颂大哥，天花板就快要崩塌了，身后是地狱灾火，头顶是碎石流星。对于所有生者而言，战场唯一的敌人只有死神。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，和颂心急如焚。城堡内还有数千个同伴，这里是空中，找不到水源。面对这样的大火，摩等束手无策。拜托了各位，一定要冲出来啊！被烧死就毫无荣誉可言了。和颂在绝望的火墙面前奋力呐喊，期盼伙伴们能够冲出绝境。然而一道炽热烈焰从天际轰下，再次将武士们重创，打破幻象。孩子们惊呼起来，只因为那宴会厅上空庞然大物缓缓而至，百兽之王化身青龙，如王者君临，威震四海。前所未有的压迫感，就如同镇压和之国20年来的漫长冬夜再次降临人间。你们的大将在哪里？让桃之助出来，乖乖投降。草帽路飞已经死了，还有谁敢反抗我的，就报上名来吧！百兽海贼团欢呼起来。在接连经历了飞六包、大看板和比格曼的败北后，人们差点忘了，即便只剩下那个男人，也足以扭转战局。武士们的斗志坠入冰点，路飞败北的消息摧毁了最后的防线。特拉法尔加罗望向屋顶，确认了残酷的现实。草帽当家的声音消失了。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幻梦吗？这就是现实吗？已经没有任何还手的力气了。黎明再次远去，唯有绝望席卷一切。乔巴痛哭起来，不愿相信路飞已经被凯多杀掉。旁边的百兽浴场内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停下，你们还不能出去啊！那条蛇在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！不要撒这么无聊的谎言啊！路飞不会输，更不可能死，少来骗人了，大骗子，我才不信呢！那美气呼呼地冲出浴场，直面天际的魔龙凯多。嘴硬的家伙，这不是还有一个吗？魔龙张开巨口，露出致命火光。刹那间，炽烈热息暴轰而下。幸好马尔科及时赶到，不死鸟青色神焰舞动盾墙，将娜美护在身后。直到一切彻底结束之前，都不要自暴自弃啊！娜美瘫倒在地上，无助地呼喊着路飞。这片战场再也无人能够匹敌凯多，也不会再有任何阻碍横亘在百兽总督的霸业宏图之上。接下来，鬼之岛将会按照预定的计划，在花之都着陆。你们可别以为我会像大蛇那样天真。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型武器工厂，女人和孩子也是一样。这个国家所有人都是奴隶，工作累到精疲力竭，那就去死吧！这就是你们的一生。要替换那些减员的奴隶，要多少有多少啊！你们的反抗彻底惹恼我了。所谓战败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作为代价，你们要付出的东西就是身为人的权利和希望。把桃之助给我带过来，在此之前，我可不会停手。至暗时刻即将到来，凯多下达最后通牒，留给武士们的选择只剩下投降与死亡。百兽海贼团蜂拥而上，准备一口气将宴会厅的反抗者干掉。特拉法尔加罗和基德成为首要猎物。刚刚那场大战已经耗尽他们的体力，现在就是将他们解决的最佳时机。两名船长试图反击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站起。海贼们嘶吼着，如潮水般涌了上来。就算你们成功讨伐了比格曼，我们也还有凯多大人这最后的巨石。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。危急时刻，乔马鲁与伙伴们一起杀出，拦住了海贼们的攻势，为船长争取最后的恢复时间。猫腹蛇带领加洛特重新杀回宴会厅，为武士联军贡献最后的气力。就在城堡地下，四面八方已被烈火包围，幸存者们迷失在火海之中，最后的出口也无法找到。
鬼岛战局从未像此刻绝望，在彻底坠入地狱之前，也唯有拼死一战。基德强撑着重伤的身体站了起来，曾经如洪流般汹涌的磁力，现在却连一只金属手臂也难以聚齐。特拉法尔加，就算这样，我也要上，投降或者乖乖送死，我做不到。草帽当家的那个混蛋，以重伤垂死的躯体直面无休无止的大军，以及那无可逾越的最强战力，他们又还能坚持多久呢？微弱的火光即将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之中。就在鬼岛外的天空中，陶之助正在与大河争吵，这太乱来了，行不通的。连路飞都打不赢的对手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无数人的生死正系于陶之助一念之间，身上背负的希望有多少，此刻绝望的分量就有多沉重。当然是战斗到死为止，这才是武士，不是吗？除了我们以外，还有谁能战斗？大家都已经遍体鳞伤了，海多也应该早就身负重伤了，这么做只会徒增死伤。虽然很不甘心，但是路飞已经输了啊，那就只能投降了。不可以，我不许你投降，这样活着又能做什么？变回他的奴隶，然后等着自己历尽而亡的那天到来吗？投降根本就不算是活命。那些不肯屈从大蛇而在哀悼中消散的各乡大民们的悔恨亦是如此。这场战争承载着和之国过去20年的全部，与其在这里放弃，那不如我们一同赴死吧。即便是身处至暗的微弱烛火，也有穿透狂风暴雨的耀眼闪光，带着无尽悔恨继续苟活下去，还是用生命之火绽放最终华彩。这个国家已残破不堪，滑落深渊，无可救药。这个世界已等待太久，黎明曙光遥不可及。纵然如此，那又如何？就燃尽最后一丝热血，点亮最后一缕光芒，直面地狱恐惧，对峙黑暗世间。那瞬息即逝的流星飞火，那昂扬不屈的勇气灵魂，也足以在这片黑夜镌刻下不朽光芒。大河做出了选择。魔龙压倒性的疯狂攻势正在肆意屠戮所有生者，鬼岛城堡彻底沦为炼狱。而在那穹顶之上，山岩崩裂的废墟之中，只留下冰冷与死寂。路飞瘫倒在地上，没有半点生机。他已经输掉了这场决战，也仍在失去着所有一切：伙伴、梦想、朋友、自由、希望。凯多的野心将会把他曾经珍视的所有吞噬殆尽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陶之助，我听见了，真是怀念啊！向主突然兴奋地呼喊起陶之助，即便在远离鬼岛的大海之上，那个声音依旧清晰无比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向主，我听见了解放之谷的声音。时隔800年，我终于又听到了。毫无疑问，他就在那里。乔伊波伊回来了。巨像深邃的双目，洞穿800年历史尘埃，再次闪烁希望辉光。英勇激昂的鼓声穿越万千残酷大海，重新点燃黎明火花。一首勇气赞歌，颂唱热血不屈，向巅峰最强阔步迈进。一曲热血节拍，敲响时代新音，为自由欢笑，战至终焉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170》43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休刊。本话剧情又是大篇章末尾经典的绝境反击，海多将路飞击败，拿下屋顶决战的胜利。随后回到宴会厅内，以绝对实力压制剩余敌人。几处特写直接将绝望感拉满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，大河慷慨赴死的对白才更加精彩，角色魅力再次提升。而末尾路飞身上产生的变异，显然新的力量已经苏醒。围绕他到底是果实觉醒，还是被乔伊波伊附身，已经成为热门话题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画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